身体的案例，我们就要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了。首先的话呢，咱们所有的腰线啊，腰线部分的衣服呢，我给大家画一条线，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上色儿。首先这个腰部的，咱们在制作这个就是腰部的交界线的时候，肯定不能在这一块啊，就稍微靠上一点，就在这个区域，就稍微往上一点，在整个腰部最细的地方去卡它的这个腰带，不然的话你的这个地方就会特别宽，所以说最好就稍微往上靠一点点会比较好一些。那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了啊。首先是拿出我们的白色的这个衣服，先来制作它最里层的，还是跟上节课一样啊，擀粘土片就可以了。哇，小雨年年洗澡很快，10分钟，这么速度，我洗澡可磨叽了。所以说我不喜欢洗澡，我洗一个澡我都得半个小时嘞。好，我们先随机拿一块白粘土给它擀成一个薄片啊，就是一般里面那一层的粘土片都会比较薄一点，不要太快。它擀成薄片，我一般都是边洗澡边追剧，就是在洗澡在那个房间的门口放一个 iPad， 边洗澡边看剧。啊，一定要很薄，你看都薄的差不多都能够透到我们下面来了。Hello， 小月莹。然后我们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切割刀片。哎呦，水晶球今天来的还可以，卡剪刀。就先随便吧啊，先给它裁一个宽度就是3毫米左右的一个粘土片吧，就是不要太厚啊，不要太厚。啊，把这些都藏起来吧。只能认真看直播啊，没有问题。记住啊，咱们在制作的时候，身上尽量给身上去撒一点那个痱子粉啊或散粉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害怕你这放上去就粘死了，拿不下来了。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我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啊，是这样的，绕着的，这样给它绕着的啊，咱们就是尽量贴近它的这个脖子啊，就是脖子和肩膀的转折的这个地方啊。我上次的案例，我看有的同学就是在粘的时候粘到了这个地方啊，粘在了他的这个肩膀上，最后就会给人感觉像是一个领子是敞开的那种感觉。啊，这种的给人感觉就是领子是那种敞得很开的那种，就敞得很开。我们尽量放在它们交界线的这个地方啊。啊，尽量就是稍微往中间集中一点点。好，中间的这个脖子露的稍微少一点，然后拿出我们的切割刀。我得切割刀嘞。这个案例叫啥？你猜一猜，晴子老师能起出个啥奇葩的名字？叫这个男人帅得很，够奇葩吧？哎。好，给它标记一个线儿，拿下来用刀片给它划掉。你要是撒了那个痱子粉的话，它很好切的，它不会粘死的。咱们到后续的话，这个边做边裁的这个是常用的这个方法，所以现在先多练一练。啊，先把这个部分给它裁掉，可以了。好，接下来制作一下它那个白色的这个衣服的部分啊，跟我们上节课差不多。啊，粘土片呢也是尽可能再薄一点点。Hello， 小范。哎，这都是卡点来，我看看今天就剩55个人了，咱快结课了，这人，哎呦喂，能不能溜一点点啊？保持咱们80个人。娃还没睡，天哪，昨天还得哄娃睡觉。还没吃饭呢，那就点个外卖，边吃边看。下饭，就是下饭神剧，小陆老师的课，下饭神剧。啊，这块的话就是要适当的擀薄一点，不然的话，你要是太厚的话，身体很臃肿的。不过我觉得你们做的还可以，就是桃子老师前2天还找我来着，他说：“哟，你们这班的这个捕风的那个男生做的还不错呀。”哎呀，真的是让我小小的嘚瑟了一把呀，真开心。我嘚儿一的笑，我嘚儿一的笑。哎呀，
得意过头了，擀坏了。就稍微切宽一点啊，到时候多余的咱们可以把它裁掉。Hello， 兔丫丫，下饭神剧，真的是翟阿姨，真的是。我们把它先撕下来啊，就是尽量薄一点。我看这块都不是很薄，大家在切完之后还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在擀的时候难免会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所以说咱们得不停的去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粘土几乎也就晾得差不多干了就没有那么的粘了。我们就是在制作之前呢，先把我们要的这个部分给它裁下来吧，因为这块的话，到时候不是还有一个领子嘛，然后我们直接就在这个粘土上给它裁一个宽度是3-4毫米的一个部分，先放在旁边让它晾干。就这个先放在旁边，我们等一下用。然后现在先拿这个粘土片的宽窄程度的话，你们自己定就可以了自己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我都不敢粘呐，粘毁了可就完蛋了。就是在粘的时候呢，稍微把那个白色的领子稍微露一点露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包着它。到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看到往上的话，慢慢就重叠了，这块重叠没关系的然后我们到它脖子后面的地方，摁住它，别让它动你看，其实这个部分也是重叠的，是没关系的。很多同学就是不想重叠，避开了它。要稍微摁着它，免得它有褶子。你看，这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之后的话，你现在也可以直接裁。你要是不想要它们折叠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大概的划一下，把它拿起来。这个看你自己的需求不强制的。拿我们的大剪刀。对呀，这个案例你没有看过吗？这是犬夜叉的那个哥哥。对，杀生丸。差不多给他们就是轻轻的给它叠加在一起就可以了轻轻的稍微给它叠加在一起。好，接下来就是把多余的这个粘土在身体的左右两侧给它掐住，掐紧了。简单的掐紧，然后用我们的剪刀稍等一下，我在剪之前先把前面的这一大片衣服先给它裁掉，要它也没啥用裁的时候慢慢裁，裁完之后它是有缝的，用你的手去抹一抹，缝就没了。用手在这抹一抹就 OK 了。最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标记的那个位置，就是在它的这个，这个就是交界线往上1厘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就是在我们腰部最细的这个地方，差不多从肩膀往下2厘米吧，肩膀往下2厘米，你看，这是它的肩膀往下2厘米的这个地方。用刀片给它，千万别裁歪了。好，然后就可以将它扒下来了。扒的时候慢慢扒，指不定哪块就没有裁断。好，然后就裁完了。哦，这么快！我这衣服都还没做完呢，你就完了，这是神速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开始去粘贴我们的这个衣服了。
衣服上面的这个白领子，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你别这么扎，你别与我们领子边缘保持那么大，是要与领子的边缘齐平的，是要与它齐平的这个位置。好，差不多了，就 OK 了。然后咱们这衣服就做的差不多了，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稍微捏扁一点。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衣服啊，这样子的，一定要记住这根线是跟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白衣服它是重叠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来把这个白衣服做完，看露出了个小蛮腰。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快结束了，舍不得，有啥舍不得的？我这上完了体验课还天天在呢。好，下面的话呢，就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就是啊上面的这个黑色的衣服。那像这个衣服，为了体现它的这个质感的话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像那种皮质的衣服呀，或者是你想让衣服有点光泽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黑色粘土里面去加那个树脂了。这个树脂的话呢，就是啊，这好软呐，这是今天文飞给我的。就是今天文飞给我新买的，让我尝试尝试手感怎么样，真的是太黏了。然后我们先混一混，是为了增加质感的啊，就是那种咱们做花卉用的那个树脂土就可以了。哎，别，你们这上完你们就赶紧去补作业，补完作业你们就开始高阶课了，你们还跑体验课，高阶有你们的受的。衣服片的厚度就是越薄越好，就是不要太厚，越薄越好。你要是衣服片太厚，就是你做衣服的粘土片太厚的话呢，你的这个最后身体是很壮的，就是全成衣服了啊！你看这就调完了啊，就比较有质感了，放在旁边。你能说啥呀 ？Q 版是馒头脸吗？他怎么区分公母的？你这个一诺，你太为难我了啊！你这问题真的是绝了。好，下面这个部分做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做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铠甲部分了。铠甲部分的话呢，它是分两个型，它其实就是形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分大小，前后两个的这个宽度比较窄，左右两侧是比较宽的。那这个的话，你要是确定不了的话，可以先拿一张纸，我们可以先打那个纸样啊。这个琴子老师的这个惯用技能也被我学来了，啊，我这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然后就技能越来越多。瑞丽格哪有那么贵？你在想什么呢？还用瑞丽格？好，下面的话呢，就是咱们先来开始去简单的绘制一下。首先是它前面的这个宽度。我来给你测量一下，这个我目测不出来，目测不出来，差不多就是一个1.5厘米的这个直径啊，这目测的话我也真的不太行啊，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直径，就是前面这片衣服的长度的话呢，最好啊就不要太长了，从这个地方差不多能够到裆部以下的这个区域吧，我给你们测量一下，就从这个区域差不多能够到这个裆部稍微往下1厘米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一看，差不多是3厘米，就是从这个地方是3厘米，从肩膀的这个地方往下数的话呢，应该是一个5厘米的这个地方啊，可以稍微短一点。我刚才不是说的3厘米嘛？你们要是害怕的话，其实可以稍微短几毫米，会更保险一些。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3厘米的长，1.5厘米的一个宽，然后我们给它画竖线啊，大体的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看画下面之后就给它来一个小尖尖就可以。
好，就 OK 了。然后这个就做完了，然后接下来是它侧面的，侧面的相对来说会偏就是大一点点，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多少厘米，我们就先做吧，先画大一点。就是它们的这个长度的话，差不多是统一的啊，也给它控制在一个3厘米的这个区域。先大体给它控制下来吧，然后我先把它剪下来。80人了，这每次都是到上课上一半，这才实现。啊，裁的时候慢一点，一定要注意左右两边的一个对称性。实在不行，你把这个纸窝起来也可以。大剪刀比较好，一刀就下去了，不会剪得歪歪扭扭。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纸样，我们看背面，通过背面去观察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水滴形它对不对称啊。啊，然后我给它放在这边。这个剪下来。你可以大概的去围一下，一般的话呢，他们俩是进行一个叠加的，他们俩是要进行一个叠加的。因为他们俩中间是要就是交集一部分的，不是说是这个样子的，要交集一部分，然后呢，给它就是弯到它的这个后方的这个区域，就差不多是在这个点就对称了啊。差不多，这个起始点的话呢，是在身体的正中央的这个区域，然后背后的话，咱们也是在正中央的这个区域啊。你要是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简单的给它包一下就可以了，简单的包一下。尺寸的话没有必要那么精准，大体下来就 OK 了。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是一个3厘米啊，这个是3厘米。那这个就是个方形啊，1、2、3，啊，那它就是一个方形了。然后给它画一个，也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好，实在不行的同学对折。啊，你看对折之后，它打开就是左右是对称的，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一个制作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然后拿出刚才那个黑色粘土来，就可以稍微再短一点。刚才不是测的3厘米嘛？3厘米的话是从这个正中间包到这个正中间的，但是它们如果就是交叠的部分太多的话呢，就不太工整了吧？反正你可以稍微再小一点。我个人是，哎呀，小心一点为好，免得等一下又那个啥了。哎，稍微再剪掉一部分就可以啦。哎，黑桃在哪啊？黑桃在哪？我怎么没有看到黑桃？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给它擀一个比较大的粘土片啊，就稍微擀一个比较大的。那这个是加了树脂的，所以说它的一个质感会更好一些。放在旁边。哦，哎呀，我现在一直在上，我都没有看弹幕，我怕我一看弹幕我就聊嗨了。我现在是不能聊，我一聊天我就聊上头了。这个粘土的话，不用弄太薄啊，不用弄太薄啊，比咱们做衣服的粘土片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哇，这感觉还可以啊。
差不多就行了。啊，稍微让它亮一下啊，我不亮的话太黏了。黑桃那个男生的素体是一绝啊，绝了！你们也加把油。然后最近还看他做那个手那个脚也特好看，啊，差不多不就是3厘米的一个尺寸吗？给它定在3厘米。然后将多余的给它拿掉。啊，刚交了个女素体嘛，还没来得及看，哎，下课再看去。啊，这个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宽度是在3厘米的，1、2、3，拔不下来。啊，然后这个也是太黏了。啊，然后这个是多少来着？是1.5吧，1.5。然后你就可以自己估摸着，或者是比着那个模具。它太黏了，我让它晾一会儿吧。你要是害怕做的这个2个大小不一样的话，就放在上面去比对一下。啊，拿下来。好，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给它拿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刻画一下它的这个弯弯的小形状。你可以稍微等它干一点，然后用我们的刻刀去刻就可以了。啊，稍微给它翻个个，让它晾一下啊，因为那面的话是粘桌面的，就有点太黏了。然后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简单的先放上去，然后大体的去刻画一下。啊，差不多画一下，我感觉我画错了，感觉像方向画反了一样。这样能够确保你们做出来的就是都是一致的。好，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用剪刀剪掉就可以了。记住像这种的话，尽量用大剪刀剪啊。大剪刀就是一刀下去，剪得会很工整的。下刀一定要慢啊，一定要做精致一些。然后就是这个，或者是你直接用刻刀给它刻下来都可以啊。我这个用刻刀给你们直接刻。算了吧，粘土太软，刻不下去。啊，拿下来。
后我们这4片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你要是不确定的话呢，就是可以放上去再比对一下，看一看这个比例搭不搭啊？不搭的话可以再去调整的。差不多，再加上一个银色的话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接下来的话给它擀一个银色的粘土片。这个银色的话呢，我在里面加了那个超轻啊，就是说单用那个银色确实不太好用，所以说一定要给里面稍微加点超轻，它用起来会更容易一些。然后这个银色的话呢，把这个薄厚程度呢给它控制在跟这个黑色是一样的啊，跟这个黑色的这个薄厚程度是差不多的。我刚才说小心一点，别给它卷起来了。好，差不多就是这个厚度。加超轻粘土加什么颜色？加灰色。像银色的、金色的超轻粘土，大家在加那个粘土的时候加那个橙色就可以了，就是加点黄。加大量的黄，加一丢丢的红，会更有质感一些。如果单加黄的话呢，就颜色有点太浅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一个裁切，就是它周围的这个银色的这个边缘，差不多是一个1.5毫米左右吧。放旁边，多切几根啊，因为我们在制作上面的时候也会用得到。多切几根，以防万一。好，切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些粘土条都给它撤下去啊，把这个撤下去，等一下用的时候再给它拿出来。哎呀妈呀！好，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根一根给它进行一个拼贴。稍等一下，先把这个放在旁边，让它晾一会儿吧啊，晾一会儿。然后我们上面的这个衣服也忘给它制作了啊，上面这个衣服也忘制作了，就先让它们晾着吧。然后我们先来制作它的这个上衣的部分。上衣的话呢，就是你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它这个到嘎吱窝的这个地方的话，粘土是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曲线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厚度的话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太厚，不能太薄，要跟这个把握在一致。好，差不多了。好，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制作了。这个宽度的话就随意吧，像我的话呢，给它控制在了一个3.5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就是宁宽勿窄，把多余的切掉，给它晾干一点点。你要是不让它晾干的话呢，因为我这加了树脂，这个要看个人的情况，我这树脂太粘了，我没有想到这个树脂那么粘，就是我怕粘上去就拿不下来了，所以说要稍微让它晾干一会儿啊。
你们的如果这个树脂干湿程度可以的话，你就不用晾了，我稍微让它晾一下。好，差不多了啊，不用晾那么久。你要是怕粘的话呢，就加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就加那个，那叫啥来着？我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啊，加痱子粉，在衣服上拍一层痱子粉。好，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粘贴制作。好，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呢，让我看一看啊。这个部分的话，差不多是在整个衣服的这个正中央的这个地方啊，差不多就到它们的这个交界线的这个地方了啊，是在这个区域。我们给它粘好啊，把它侧面这块粘好一点，然后是上面这块。慢慢的给它扯着，让它包裹过去。好嘞，包裹过去之后呢，就是沿着它们那个交界的那条线，简单的画一下啊，简单的给它画一下，用剪刀剪掉多余的。我是不是都出镜了？啊，差不多，但其实还没完啊，还没结束。它们中间这块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渡。我们在它身体的这个就是胳膊的这个转折之处啊，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稍微往前一点的这个距离，啊，稍微往前一点的这个距离。这个地方的话呢，差不多是要把我们的胳肢窝给它露出来的。啊，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小 U 型，能看到吗？就画了一个这样的 U 型。哎，你稍微画大一点，稍微画大一点啊，稍微画大一点。我画的有点小了，因为我们到时候的话呢，它的周围啊还要给它加一层那个银色呢，还要再加一圈银色，所以说可以稍微再扩大一点点。你看你能抠吗？你要能抠下来，直接当场抠；抠不下来的话，就用剪刀剪。然后这一侧的话也是，一定要确定一下它们的这个修剪的这个高度是要一致的，包括这个正面它们俩的这个位置也是要一致的。好，拿下来了。然后给它扒下来。啊，这个方法很多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你们可以直接用刻刀刻，然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大概的画一下，拿下来用剪刀剪。有的人剪刀使不利落的话，就用刻刀刻啊，把它剪掉。包括那个切圆工具也可以拿来用。哎呀，忘了切圆工具了。我做的时候，关键是我做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没有切圆工具。完美，哈哈哈，太完美了，哈哈，一个切圆工具就抠下来了，哎。然后将一些不要的给它简单的修剪一下，像这些尖尖的地方修剪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丽娜你闭嘴，丽娜每次夸的我真的是。好，然后这样去给它慢慢的粘好，哎。好，差不多了，你看，就是轻轻的包裹在上面啊。我是不是又出镜了？我把镜头给它往这边拉吧，不然我老出镜。
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给它粘上去的。哎呀妈呀，这块给它弄得太靠下了。哎呀，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用刻刀，应该大体你看这块留了一个缝啊，你应该大体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个地方去裁的，去把多余的部分给它裁掉。对，就说穿的很多嘛，所以说你一定要薄一点。你要是太厚的话，这一层叠一层，估计就是个大胖，估计最后就不是个大帅哥了啊，就这个男人胖的很了。啊，这块不好裁，多划几刀。大胖子，胖宝，对，胖宝，那不是大帅哥了，那是个可爱的小胖子了。啊，你看这不就 OK 了吗？然后接下来的话，拿出我们之前裁好的这个粘土的这个长条啊，我们先将它一端给它修剪掉。哎，裁的时候还是没注意呀，大家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宽窄程度要一致。你看我这裁着裁着还是一端宽一端窄。啊，就这样，挑一个合适的吧。你看，剪的这么当中，总有几个是不能用的。然后我们就是上面就不用管它了，上面不用管它了。我们从侧边开始绕着它去进行一个制作粘贴。这块感觉有点偏高了哎，就粘着应该是粘的偏高了，拿下来修剪。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最好是加一点白乳胶，不然的话粘不牢。边缘的话加一点这个白乳胶。啊，没有银色粘土啊，那你用灰色代替，你用灰色代替。因为画上去的效果不好，你用的银色画不你画不均匀。就是它这个金色和银色的树脂土都不太好上色，所以说就不太建议。就是你在转折的时候就摁着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摁着它，它就自然而然就能够拐弯了。你到转折的这个地方，你就要摁住它。你看，你摁着它，它的拐弯就能够比较自然了。好，把这个多余的给它修剪掉。然后这就是它上面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制作，好吧？然后把它放在旁边，开始制作它下面的这些衣服。估计也是干的差不多了，先来制作这个大的吧。这个大的话，在粘贴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加一点点的这个白乳胶的。我有点后悔加了这么多细节了，我是不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唉，每日都在给自己挖坑的过程当中。好，在我手上滚了一圈这个粘土，好，到拐弯的地方了啊，看好了，摁着尖尖往上一扯，就 OK 了。啊，细节多了，细节多了耗时啊！你看，现在1个小时都快过去了，我啥也没做出来，就做了这个几个衣服片儿。啊，尽量不要让正面去碰到粘土，就用侧面去粘啊。
尽量不要让正面碰到。正面碰到的话，最后就是做完之后会有那个痕迹的。哎，我那个颜料也是，我买的那个晴子的，我在晴子那要的那个颜料也是，也就封盖封的都好好的，也就几个月没用，哎呀，那干的那简直了，都彻底废了。啊，有边缘有这个，其实我们在制作那个银色粘土的时候，边缘会有那个就是银色的那个毛毛，就切不利落，啊，那只能靠剪了。啊，这个1片2片就已经裁完了，接下来是这些。贴边有点难，贴边还难吗？贴边主要是要慢一点，就是慢慢的，就是在你这手上就是蹭上一点就可以了，能让它粘住就行，能让它别让它这个边上翘起来就行。啊，差不多给它粘一下。对，这玩意真不能急。你看这，你看这，给你看，哎，糙的要死。切的时候难免会有毛边，所以说你们的话要自己去切的话，就要多切几条啊，多切几条，多切几条，用那条最好的。我这个是没办法了，我不能1节课都在这切银边吧。啊，一成，你这脑袋瓜子，你上课在听啥？金色啊，金色里面呢是要加那个黄和红的，银色里面是要加灰色的啊，银色里面要加灰的，大的像猫耳朵。吃完用手摁一摁。你这都把我惊呆了，你看你这，上课不好好听都把我惊呆了。好，接下来的话就把这些多余的图给它放到旁边，我们就来开始进行一个粘贴，然后就粘在它的这个侧面的这个部分，把这个地方的粘土就是捏一捏，不要太厚了啊，我们到时候还得加腰带呢。边缘的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的捏一捏。这镜头咋还那么靠前呢？再给它往下扒拉扒拉，给它粘贴在这个侧面的这个区域。粘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你得给它稍微修剪一点点，修剪一个小弧度。这个是我自己凭感觉修的，你们要是凭感觉评不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放上去进行比对裁切。你看这样的话，它能够粘得更好。这样的话，它能够粘得更好一点。看到了，稍微能粘好一些。今天课后会点评作业吗？今天啊，今天恐怕不太行，今天估计下课就晚了。这块多了点都没关系了，就这样吧。然后来贴另外一边，对呀，加了树脂的之后的话，它的一个光泽度是真的很好的。你看，你就照这样贴，重叠部分啊。用刀片这样轻轻一划就没了。哎呀，这还划不下去呀！好，划完了。我怎么感觉我今天的手速怎么这么慢呀？相当的慢。
啊，你看这就包上去了。白乳胶真不能多，你看我其实你看不到，我这上面还有很多毛边呢。然后呢，这衣服的话可以不用让它贴那么紧，稍微让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隙吧。啊，有一点空隙的话，这块稍微翘下去都没关系，就让它翘呗。这能有啥？反正它到时候下面它的前面还要盖一层呢。可以让它下面不要贴那么紧，有时候贴太紧的话会显得很死板，不要贴那么紧。然后最后就是前面的这个区域。我的压痕刀呢？贴之前的话，其实可以用我们的工具把这块压一压。你要是不压的话，就害怕贴的时候一层叠一层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都要给它简单的压一压。实在不行，你就把这多余的裁了都行。这就刚刚好，完美贴合。啊，稍微保持一点的这个距离，然后屁股后面都翘起来了。扶着的，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一定不要碰到衣服上面，因为真的害怕有的衣服它没干，没干的话你在贴的时候就害怕你把很多细节给它压变形了。就比如说这块，你用力的话就会把它上面的这层衣服的那个棱给它摁出来。所以说就一定要就是不要用那么大力啊！做完衣服之后你就千万别再碰它了。又出镜了，哎呀，难搞啊！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啊，给它就已经贴好了。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啊，就是你要么就是给它插在底座上晾干，要么的话咱们就加根铁丝，给脖子里穿根铁丝，咱们给它挂起来。啊，稍微给它能够插住一点，给它打个勾。哎，咱们旁边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给你看一看，找一个这样的架子，你看这样一挂，它就挂起来了。翻车了，哈哈，没挂住。就是这样给它轻轻的挂一下就可以了，勾打实在一点。你看，给它这样挂在上面，看到了没？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它变形了，或者是你在它的这个脚底下插铁丝也可以啊，都可以。好，下面的话呢，就是在这里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同学说为什么老师就是插上铁丝之后能够站得这么稳，他的插完铁丝之后会往后倒，这个很正常啊，插不好铁丝都会往后倒。那么你就可以就是用那个502，让它与底座粘牢一点，就是你把它动作调好之后，加点502，让它与底座粘死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开始做哪个部分呢？我都已经忘了啊，我来想想做哪个部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制作一下它的这个腰带的部分吧啊。先来制作它的这个腰带的这个部分，腰带上面的话会有一些褶皱，像你们学到高阶课程的话呢，褶皱就需要用粘土片来进行一个堆褶。那咱们基础课的话呢，不用那么复杂，很多东西就是在 Q 版当中就是能简化就简化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褶皱它也是进行了一个简化。咱们直接用黄色的话呢，其实你如果觉得太扎眼了，你可以在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的这个红色呀、白色呀，调和一下啊。加点这个护手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的粘土就是干的要死，哎，啊，因为手办脚贴的，哎呦，好，加一点点的这个红色啊，稍微让它的颜色就是不要那么的黄的刺眼啊。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开始制作它的一个腰带的部分。腰带的话呢，咱们是中间啊，就是这头和就是后面这头的话会比较细一点，前面会比较宽一点啊，就是一个，哎，我们先来擀一擀。
粘土片的话，真的就是要比刚才那个黑色衣服还要再厚一些，还要再厚一些，不然的话你的褶子是摁不出来的呀，对不对？啊，你看，就是要比刚才这个黑色的衣服再厚一层啊，差不多是2个衣服的厚度，也就是1.5毫米的一个厚度。哦，绣啊，我都不知道。然后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就是裁切，还是用多少裁多少吧。然后把刀片稍微弯一下，可以让它就是两端稍微细一点，中间可以稍微粗一些。好，这个的话就是你有那个袋子的话，最好是给它放在袋子里面啊。我这没袋子，我这怎么办呢？我今天又忘拿袋子了，都是每天忘拿文件袋的一天。然后我们可以大概的把这个案例啊给它拿出来，把最宽的地方呢系到它的这个腰部的这个区域啊。这个最宽的地方呢，撑死也就是一个5毫米的宽度，不要再宽了，再宽满腰都是腰带了啊。也不要太厚了，太厚的话你的这个腰部就太胖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交界线的这个地方啊。先不要给它粘死了啊，我们先简单的测量一下，差不多。然后我大概的去把一些不要的给它剪掉啊，不要的给它剪掉。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挽棒工具啊，呸，棒针啊，棒针说错了啊，棒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我今天文飞刚给我买了啊，刚买的这个凡士林。比我以前的好看多了。你们在刻画纹理的时候要害怕，就是刻画不好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凡士林，起到一个润滑的这个作用。我们可以就是让腰带的这个两侧稍微扁一点点啊，用我们的板子轻轻的把两侧进行一个简单的摁压啊，稍微给它摁扁一点。啊，娜姐。娜姐，这话说的啊，就是把你的这个刀片给它躺下来啊，躺下来去摁压。我把镜头给大家拉大一点，多学一点嘛，对不对？多学一点技能，管它能不能用上了啊。就先用这个方法吧，等以后你们学高阶的话，你们再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再说啊。目前就用这个啊，这个线的话也不要就是说一条线划到底，就划一半，就跟画那个发丝纹理的道理是一样的，画一半那个什么一下。啊，你看，就差不多给它表现一点纹理就 OK 了，就随便画2下就行啊。然后我们给它卡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域，腰部。你看，像这种人物的话，一般就是为什么说要刚开始就要把它做的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瘦呢？就是因为你到后面的话，一层一层衣服贴啊，越贴越胖，越贴越胖，所以说你事先就得把它这个做的稍微瘦一点点，就是为了防止后面做的太胖。我感觉我这个都有点偏厚了，你们要不再给它擀薄一点吧？我觉得稍微有点偏厚哎，你们可以给它弄得再薄一些。划到后面就是交界线的地方，用多余的把它砍掉。可以让粘土这块用工具给它作一下。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下面的话，还就是有2片这样的一个 U 型的这个粘土。然后拿出我们刚才那个，对，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刚才的话那个粘土片就有点厚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粘土片就要适当薄一点了啊，薄一点了。那个太厚了，厚得过分了。
好，接下来这个的话也是啊，就是两端会窄一点，中间会宽一点点。我们先就是确定一下咱们这个这个长度，长度的话差不多给它控制在就是不要太长了啊，拿的差不多比对一下，这么长吧，不要太长，给它控制在就是8、9厘米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当然我只说的参考啊，自己做的时候一切以自己为主啊，这就参考。我都看不到啊！我这样裁吧，我这样我都看不到，我都不知道自己裁多宽。好，最宽的这个也是一个5毫米，然后我们就裁2个。为什么我今天的动作这么缓慢嘞？就不能加点速吗？感觉我今天就是好像树懒呀，磨磨唧唧的，太慢了。加速加不了，说话也是慢吞吞的，也没有了往日的那个活力与朝气。可能是下午的时候让蚊子吸了血，吸去了我的元气。好，简单的去画几刀。下午跟月亮老师在那个就是花坛的那个椅子上聊天，哎呀妈呀，吃完饭了，聊完天了，满身的包。月亮老师还好，月亮老师穿的长裤长袖，我穿的短裤，我穿的短裙儿，能把我咬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俺这腿上的包，它最起码得10几个了。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稍微给它就是，折一下啊，稍微折一下。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就是作一下。没有穿背带裤哦，我今天穿的是蓝裙子。啊，给它粘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啊，然后到下面的这个地方，用你的手稍微扶着一点，就把这边粘死，把这边粘死。用你的手稍微扶着一点，你看，手扶着一点，这块就是有一个衣服会翻过去。好，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宽窄程度我实在是不想估摸了，我这都估摸都快吐了，我实在是怕自己估摸不准，然后你们做的时候就翻车了，嘎叽就完蛋了，啊，我就给这个图片啊，给你们亮出来啊，你们自己就是看一下，然后把这个稍微收一收吧。稍微给它就是弄一点那个什么弧度啊之类的，不要让它显得太死板。然后另外一条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啊，这块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看就可以怎么样来制作啊。你要是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觉得怎么样好看怎么来啊。本身就是以最终效果为主的。啊，随便画2道，这样的一个小褶子，这边已经有点偏干了，所以说褶子画的不是很明显啊。总是出镜吗？又出镜了，哎，下次注意啊，下次注意，再出镜就把手都握了，真的是。那我以前都不出镜的呀，以前可溜了都不出镜，现在咋回事？好，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扶着一点点，但你在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两边的一个
长度要尽可能的就是对称啊，千万别做到最后就是一长一短。哦，我叹气，你有什么可搞笑的？你竟然觉得有一丝搞笑？啊，把这个都折在它的这个上方的这个区域啊，这块都可以给它就是再往下弯一弯啊，不弯也可以，像这个就没有，像这个就没有弯的特别的狠啊，像这个就没有弯的特别狠，但是方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不能就是做完这个就它其实还有一块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到时候是会插把刀的，这个刀都弯了，里面没加铁丝都弯了啊。这块的话还要给它添加一个比较细的啊，还要添加一块，我们要插刀。这个插刀的这个地方的话，咱们得细啊，一定得细，因为它不是主要的啊，它不是主要的，所以说不能太粗了。这个粘土比较湿一点的话会好做一些，是这个地方开头的话给它稍微作一下，然后给它这样粘在这个地方上面，然后也是给它绕到它的这个后方啊，绕到它的这个后方，侧面的话是这个样子的，这块就不用管它细不细了啊，就给它用手给它都作到一起。做到一起，这块的话，到时候我们是要给它像这样啊，给它插刀的，所以说这块你要预留出一定的这个插刀的这个位置。好，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其他部分的这个制作啊，这块的话稍微给它按压一下。好，我们先来去把这个后面的这一撮给它制作出来。Hello。你们家宝贝睡着了吗？好，下面的话给它就是搓一个长条啊，按扁啊，厚度的话也是稍微来一点厚度吧，就不要太薄了，稍微来点厚度会更有质感一些。然后我们给它切出一个宽度是在4毫米左右的，给它就是随便这样划拉几刀。然后我们将其一端啊，还没有睡着吗？现在几点来着？现在几点啊？这个20点是几点来着？我想想，思考片刻。哦，8点。好，然后我们就给它这样，就是这样缠上去啊。你看这块的话，你不能说粘上去就不管了啊，你得就是稍微给它按压一下。就是有一种是从里面绕过来的那种感觉，知道吧？对吧？刚才这块比较粗糙的这个地方全给它挡住。用压痕刀可以给它就是这样给它往里绕一下，绕一下。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侧面就已经完成了，后面就完成了。接下来是正面，正面的话呢，前面这一块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飘带的啊。这个小飘带的话，一般上节课如果你会做了，这节课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睡了一下午，你这睡了一下午，你不累吗？我感觉下午睡的，我一般就是我想起来了，我周六的时候吧，好像是周六，就是睡了一下午，唉。然后结果晚上3点睡的觉，死活睡不着。请忽略掉我刚才的步骤啊，我也就是随手做了一下。然后我们给它擀一个薄片，这个薄片，这个就一定要薄一点了啊，这个就一定要薄一点了。然后呢，就是稍微薄一点会比较好。接下来的话，给它就是切割一个长度，长度的话，我来给你们看一看是大概是多长啊？差不多是一个快到5厘米的一个长度吧，我们就按照这个5厘米，然后稍微少一点，看到了没有？我的刀片稍微少了一点，然后给它就是
上窄下宽，先切宽一点啊，先切宽一点，因为我害怕等一下就是出了什么差错，你就先切宽一点都没事，或者是你直接给它切窄也行。上面的话是给它预留出一个1.3厘米左右，下面的话给它预留出一个2.5厘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啊，也是可以的。先给它预留出来，上面的话是1.3，下面的话是2.5。啊，当然这个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定啊。啊，然后把刀片的话呢，把这个棒针的话，我们放在下面，就是怎么放呢？就是沿着这条线去放，不是说直直的放，你就稍微沿着这个曲线去放也是可以的。啊，跟我们上节课做那个裙子那个上节课啊，上个案例那个裙子的褶皱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啊，因为是到一半啊，到一半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再给它来一个，就是给它这样包上去吧。你先给它包上去，先让它把这个褶皱做出来，然后捏着两边，给它咔，给它往下一摁，然后你看它这个 M 型的褶子就出来了 ，M 型的这个褶子。好，你看它现在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然后想让它飘起来的话呢，看这里，想让它飘起来的话呢，就是一个手扶着这个下方啊，就是在第一个褶子的这个上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卡在我们的中间的这个区域，大拇指这样去摸一摸，就这样摸一摸，这样啊，然后又卡在了第二个上面，这样摸一摸，转一转，就是往外给它就是这样掰一掰，就 OK 了。先是第一个这个棱，你就用这个中指、食指、大拇指在这摸呀摸、调呀调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也是给它简单的就是调整一下就行。然后最后呢，就是将一些你看不顺眼的、多余的，你可以给它裁掉。啊，就是这样子的。下班了，赶上直播了。我这现在都已经词穷了，我现在只会读弹幕，我不会回弹幕了，我都不知道该回什么话了。我现在最近几天不会唠嗑了，你没见我上课，我都来的有点晚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们唠啥了，词穷了啊！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这个褶子就出来了，就稍微给它弯曲一点弧度，它就会有那种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你就不能说让它死死的就放在这吧，你稍微你比如说，你想让它就是贴上去，然后这样往前飘一飘，那么你这个前端这块就稍微往下摁，后面这块就得让它稍微往上飘一点。这个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给它把形状固定一下，然后等它晾干，我们再去进行粘贴。因为你那个花纹还没有进行刻画呢，所以说你一定要就是稍微等一等再去那个啊，我等不及啊，我就先做了啊，给它贴在这个地方上面啊，给它把刚才那个不好看的地方给它都遮盖住，然后呢，这个褶子也出来了。接下来这有点太长了啊，太长了，尴尬，给它挂起来。所以说时刻的去比对一下自己的长度。好，差不多就到它这个地方。你看现在的话呢，是与我们的这个身体它贴的特别的死，对不对？然后加点海绵，加点海绵啊，棉花也不能说就让它这样撑着吧，它又太死板了。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得稍微往下摁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得往外掰一掰，就是你下面这个稍微离衣服近一点，成一个小坡度墩儿再起来，
啊，嘚儿再起来。啊，整个弧度都得自然啊，你就让它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给它挂起来，接下来就是制作它上面的这个蝴蝶结的这个部分。对，就是得先画花纹再去贴，但是因为咱们上课时间比较有限嘛，啊，我就先不画了，我就先把这个统一的啊给它先制作出来。这个花纹的话，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些就是犬夜叉的图片，照着上面画就可以了啊。等一下，我课后在纸上给你们简单示范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就是在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图案的绘制。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蝴蝶结，蝴蝶结应该都会吧，这也没什么可难的，就是我先试验一下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取土量是多少，因为本次课程的这个案例的话，要比实际案例稍微小一点啊，因为缩着缩着它就个子就缩了嘛，这个子越缩越矮。啊，应该带点瓜子儿。好，差不多了。就是我的话呢是一个红豆粒大小的，直径都不到1厘米的一个小球。我应该挖的西瓜，吃瓜，听着你们在那唠嗑，我在下面吃瓜。如果课程简单一点的话，我是可以边吃瓜的，但是我害怕我是吃着瓜吃的自己翻车了。好，差不多就是长度的话，也就是在3厘米左右吧。啊，像咱们后面的话，尺寸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多啊，那么的具体了啊。大家可以就是跟着自己的那个感觉走啊。因为咱们这个课程也快到结尾了，你们的这个基础的话，我觉得应该练的差不多了吧？基础至少练的差不多了，该了解的应该都了解了，就差练了。好，把它们就是给它绕一绕。我看看是不是太大了？还好，不是很大，一定要时刻的去比对啊。啊，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俩就是给它修剪一下，这个小缺口、小尖尖给它修剪掉，把它俩拼在一起。拼在一起之后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就是把它的里边稍微摁扁一点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太大了？哎，尴尬，太大了，这是大了个 Plus 版的这。稍等一下啊，你们先吃瓜吧，你们先唠嗑吧，我把这个改一改啊。因为蝴蝶结不能太大了，太大的话它会显得就是很笨重的。这样的话就小很多了。它最宽的宽度的话，差不多也是一个1厘米左右的啊，1厘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就是像你们自己去私下来去制作的话，如果出现了像我这样做大了的情况的话，最好是重新制作啊，不要像我一样就是扒开来剪一下就又贴在一起了，最好不要这样啊，最好就重新做。啊，然后用这个棒针啊，就简单的就是按压，就是2条这个纹理，按压完之后再给它做到一起。先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捏一下，然后按这个纹理再做到一起。好，差不多了啊，去比对一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以让蝴蝶结稍微往下掰一掰，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用一块小粘土片呢，就是把它们中间那个地方给它包起来就 OK 了。啊，这块粘土片的话，就是一定要稍微，也是要稍微厚一点点的，我给它拉扯的就是细一些。
都想晚上做了，你晚上做你这又得熬夜呀，熬夜是痛苦的，是折磨的。啊，你要是不想在那个上面去贴上去划拉花纹的话，你就事先划拉好，哎，你就事先随便就是划拉2刀，给它先贴上去，后面的话就随便给它做到一起。用剪刀一剪，啊，差不多就给它做完了，给它粘上去。这块的话，就是因为加的东西太多了，会显得很厚重，所以说最好就是稍微用工具调整一下，把它弄薄一点，再去粘这个蝴蝶结的这个部分。然后粘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很厚，就是也是有点不太好看的，然后你就得给它稍微摁扁一点。可以就是借助什么压痕刀啊，工具把这块摁扁一点，然后这个飘带给它就是往下这样耷拉一下就可以了。最后画上花纹，它的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的单调了啊。这块最好还是让它就是飘起来一点会比较好。这个棉花它又掉了，那我就不弄了，你们自己去弄吧，因为这棉花老掉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就是去制作一下其他的部分。这个蝴蝶结太厚了，我等一下要改一下它。啊，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开始制作一下它上面的这个部分啊，开始制作一下上面的这个。这个做完之后，咱们就做它的这个袖子。这个蝴蝶结我好想再改一下它呀，我改一下，估计你们又得等一会儿了。我课后再改吧，我现在先不改了，我先把它扔下来，我课后再改。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制作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呢，就是我们来啊需要银色的粘土。这个的话就有点太过于厚重了啊，等一下下课再去改它。啊，银色的这个粘土，然后薄厚程度的话呢，也是跟我们黑色的这个衣服的薄厚程度差不多。我的擀面杖呢在这儿，先给它擀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薄片。啊，稍微预留出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的厚度就行啊。然后我们给它切一下，这个宽度的话预留成一个就是6毫米左右啊，6毫米的这个宽度，给它找一个地方对齐。然后是6毫米的一个宽度，应该够了啊，够6毫米的宽度是够的。然后接下来再给它预留出一个就是7、8毫米左右的宽度，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首先是制作一下就是这个区域的部分，拿出我们刚才的那个6毫米的这个宽度。首先我们要来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总的这个长度的这个部分，它的总长度的话呢，它并不是说贼长了，它就是从我们这半路啊，半路开始到达那个半路啊，从半路到半路。拿我的刀片呢，我自己估摸着画的啊，应该是差不多。然后我们在中间取一个中间值。在中间差大概画一下，就是标记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去找2个小的切圆工具，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的啊。找一个合适的。哦 ，sorry， 天哪，这声音真的是炸裂呀！好，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区域，就比较小嘛，我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个5、6毫米，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下面的这个区域，稍微给它削掉一部分。然后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更小的这个切圆工具，把这个角给它削掉。
它现在就是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啊。我把镜头给大家拉大一点。Hello， 猫小妖，这2把刀是天生牙什么啊？差不多吧，应该是吧？不是他的刀，他也背不上啊。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啊，看是这个样子的，给它翻过来，翻过来在它的这个背面的话，我还得再看一遍啊。我们给它先稍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缠起来，拿不起来。啊，先给它缠起来。我先把这块给它稍微修剪一下，就是这个尖尖的这个区域，给它稍微修剪掉。其实像很多地方的话，你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切圆工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辅助工具去给它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修剪制作的。案例上的话呢，是我用那个，案例上的话是我自己用那个剪刀剪的。啊，也是当时受材料的限制，没有切圆工具。好，下面的话呢，把它缠起来。缠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在它的这个你这块是要预留出一点的这个距离的，然后给它画这么一条小窝窝啊，这块是要有一个小平面在这里的。啊，剪一个，一定要就可以用弯头剪，大概给它剪一个小豁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它这一部分就已经给它制作出来了啊，略有一些小了。哎呀，对，然后我们给它粘在它的这个胸前的这个部分，就是最好是拿刚才那个没有那条中间的那条压痕的那一面啊，比较工整，给它放上去。放上去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中间的这条交界线的，它不是说是齐平着放的，它是稍微会往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存放，啊，就是在这个区域。粘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这边就不做了，做这边，因为这边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毛领子给它遮盖住，所以说我们就做一下，就是这块它有一个这样，我就给它拔不起来了，啊，这块它是有一个凸起来的像小剑一样的这个。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拿出刚才那个宽度是7毫米的，要比它宽，然后修剪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宽度是多少？从这个区域差不多是，反正就不能太宽了。给它修剪一个差不多是5毫米的吧，5毫米的，再多也不能再多了。多余的给它修掉。好是5毫米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是给它先修剪一个小三角形。是这样子的，有点像一个小房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要用你的这个压痕刀，是吧？我就感觉细节真的是要疯了，我真的是自己疯过。然后把中间这块压出来，中间这条这个宽度的话呢，它其实是跟你这个部分的宽度，这个部分的这个宽度是一致的啊。你自己大摸就能估摸出来，然后我们再给它，就是有点像那个叉子的那种感觉，画几道。其实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服装上的花纹，你还别说，它就这么做的。像一些服装上不是有那种云纹啊什么纹的那个花纹，它就是这样雕刻的。你们先要擀一个粘土片，等它干的差不多了，你要这样雕的它都差不多的，就是这样子制作的。我这都是简单了然后去把这些细节处理一下，然后旁边这个小锯齿的话呢，你就用剪刀给它把左右两边稍微修剪的短一点，就是比它的这个中间这条线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的这刻的不太好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再修剪修剪。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给它贴上去。尽量就是在这期间就不要碰衣服了，因为一碰说不定就毁了。哎呀妈，这也做宽了，没事，就这样啊。哦，它翻车了。我把两端这块稍微给它收再窄一点就 OK。反正就是它的一个宽度是要比这个的总宽度稍微宽那么一丢丢就可以了，然后给它贴上去就行了。原谅我做东西就比较磨叽啊，我做东西就比较磨叽。好，这样的话就给它做好了。然后接下来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有一条红色的带子的。啊，我们来拿出我们的红粘土。对，啊，就翟阿姨你说的。好，接下来你看它上面是有一根就是这样红色的一个小带子的啊，可以随便拿一个粘土片给它按压的薄一些，然后我们给它修剪一个宽度差不多是在1毫米左右的一个很薄的一个小粘土条，我们给它贴上去。这个细节的话，你们要是不想加的话，其实也是没关系的。有的同学如果不想加的话，其实没关系啊。如果你要锻炼我们的耐心以及制作的一个精美程度的话，其实你可以练习练习，对你后续的制作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做东西的话呢，还是不能总是追求于大效果的，细节的地方也是要加强的。手抖，放在桌子下面吧。看到了没？我的，哎呀，这镜头还糊了，手抖的不行啊！好，剪完之后，给它用我们的工具，给它就是往下进行一个包裹啊。我刚才那个上面抹了点那个叫啥玩意儿，白乳胶啊，有点粘。接下来用剩下的这个。怎么正好大小能安在衣服上？这个你也可以事先去画一个草图，就是像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的时候，啊，搓一个这样的水滴形，去把这个多余的给它剪掉，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锥子形，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刀片。啊，这里的话呢，我稍等再给你们去强调一下啊。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一定要画出那种小碎碎的那种感觉，然后添加上去白乳胶，贴上去就可以了。啊，其实它的宽度呢，也就比它的宽度再宽那么个1.5毫米，其实没有这么宽啊，就是它会稍微宽一点点啊。建议你们先做这个，做完这个之后再去裁切一下它的这个尺寸，因为我是事先一下子就怕粘土干一下子就裁了2个，其实他们这样看是差不多的，但是最后裁完这个小括号的时候，其实它总的宽度会缩小，缩小之后的话，这个就显得有点太宽了啊。建议你们先做这个的造型，做完之后再去裁切它旁边的这个造型。啊，那这个部分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话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啊，就是这叫什么来着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宽度的话就刚好，可以就是绕着它的整个肩膀的这个部分。啊，咱们等一下做完胳膊再粘吧啊，可以把这个先放旁边。好，这些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来做它的这个袖子了啊。猫小圆说突然懂了，你懂了啥？你懂了啥？好，我把它再给大家就是放大一下，我们来开始制作一下它的这个袖子，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目前的一个进度。刀的话咱放在最后啊，别着急，别着急，
啊，放在最后，咱们把主要的做完就行。所以说嘛，这细节加的真的是啊，崩溃。哎呀，我的粘土。好，我们下面的话要用白色的这个粘土来开始做它的这个袖子啊，胳膊的长度应该大家知道吧？胳膊的长度的话呢，就给它尽量控制在，我给大家测一测啊。胳膊的长度的话，也就是3厘米左右啊，就是3厘米左右，不加手，整个胳膊的长度差不多是在就是3厘米的左右，然后也就是与裆部齐平吧，也就是与裆部齐平的一个位置。与裆部齐平的一个位置，3、4厘米左右就行。啊，控制在3、4厘米，整个袖子的长度呢，控制在一个3、4厘米的一个长度啊。你要是害怕的话，就控制在中间3.5厘米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开始。想看毛毛怎么做？这么着急啊？稍等，袖子还没做完呢，做啥毛毛？啊，我们下面的话呢，来开始做袖子。袖子的话呢，首先你得多拿一点土，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够不够啊，差不多直径是3厘米。然后我们先将其搓成一个水滴形，长度的话呢，给它控制在一个5厘米左右，然后给它按扁。怎么按呢？给它这样去按，啊，这样去按，把一端按扁，一端不给它按，就是不给它按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最后的话呢，就是要看你们的袖子，如果是自然垂下的话呢，哎，看这里，这样子的，啊，抹一点这个凡士林啊，这个凡士林真的是比我那个还要油啊。看啊，自然垂下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你的袖口啊，手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时候的话，整个造型随你塑造，做大一点都没关系，就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有什么都往上嘬就可以了，多余的给它剪掉就行。好，差不多就是，哦对，还真的有点像鸡腿哎。好，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它的一个长度的话，我给你们测一下，它的大体的长度呢是在一个4厘米，就是这块的区域差不多是在一个4厘米的长度啊。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因为害怕你们对于比例把握不住的话，就给你们做个参考，就是一个4厘米。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拿出我们的一个玩棒工具，我们要给它里面掏空啊，要掏空。还是加一点这个油腻腻的凡士林啊，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区域，给它戳个洞。戳个洞之后的话呢，用棒针的工具，我们在这里面呢去给它这样滚一滚。你看，滚一滚，给它滚出凹槽来。滚出凹槽之后的话，你们再慢慢的去搓，加点凡士林，慢慢搓。还好晚饭吃的多，啥意思？好，一定要把这个衣服这个边缘的这个粘土片啊，一定要给它搓薄一点。你在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手指它会往下用力，就是你往下摁，你往下摁的时候，你再往外拨，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粘土片啊，慢慢的变薄，然后你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深度会慢慢的往下，你的这个镂空的这个袖口它就会变宽一点。好，包括我们这个边缘的这个袖子也要给它按薄一点，按的时候就要慢一点了啊，慢一点了。哪个手顺手，哪只手顺手用哪只手搓。我这还真的，这个手不太顺手。啊，我这边不太顺手，所以说哪边顺手你们用哪边就可以了。两个方法你们都得掌握呀，对不对？两个方法你都得掌握呀，你不能说只掌握一种方法呀，对不对？你就是多掌握一些，然后选你自己喜欢的就行。
对，多学点这个新方法嘛。其实那个方法也比较简单，只不过这个方法你也得会呀。有时候你在做一些新的就是案例造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袖子它做起来会容易，那种会比较难。那这个时候你不就可以选择这个了嘛，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它不是粘在我们就是这边的嘛，粘在我们这边的袖子的话都快到脚底了，有点偏长了。那我们其实可以剪掉一部分啊，就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样子的，啊，给它往外飘，让它的袖子往外飘，就是你的手给它往外拨，然后在这块再给它拨，你就慢慢的给它去拨出一些这样的造型，怎么有点像蜗牛窝着？啊，就是有点像蜗牛了呀，这。好，就是这样子，稍微就是飘逸一点点，用手慢慢的这样去来回搓就可以了啊。啊，就是像这个样子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袖子就是太长的话呢，你可以用我们的剪刀，就是稍微给它修剪一下。因为修剪完之后，粘土现在不是属于还没有完全干透嘛，你用手其实轻轻的去摸一摸的话，它就是差不多就没有那个修剪的痕迹了。现在就是可以及时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袖子。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里面不是有一个胳膊嘛，然后你如何去把那个胳膊的痕迹表现出来呢？你就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是胳膊的这个外侧。就是它不是粘在身体上面嘛，这个是胳膊的外侧，我们差不多是从边缘往内一个5-6毫米，就是把胳膊的一个长度给它预留出来，你稍微轻轻的给它滚一下，啊，滚一下，就是稍微轻轻的标记一下你那个胳膊的这个大体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给它往下去摸一摸，往下去抹一抹，把你刚才摁的那条痕迹给它摁的不那么明显啊。但是又隐隐约约能够看出来你那个胳膊的那个痕迹，就 OK 了。一定要预留出等一下放那个手掌的一个位置啊，这块袖口这块一定要薄一些。好，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大体的这个袖子的这个制作。好，慢慢调整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胳膊稍微搓长一点，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胳膊的长度呢，差不多给它就是控制在一个就是3.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啊，3.5厘米或3.6厘米左右就可以了，不用特别的长啊。胳膊的粗细程度的话呢，就给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偏细一点的这个。差不多也是在一个5-6毫米，就是自己慢慢去搓嘛，自己慢慢去搓，慢慢把它上面这个多余的胳膊给它搓出来，一点一点的搓，就是一定要给它搓细一些。你看，在它的这个就是胳膊这么粗的这个下方，给它这样抹一抹，来回搓一搓。啊，这个方法看不懂的话，你多看几遍就会了啊。好，差不多可以了。分分钟就做好一个扫床的笤帚，这话说的。好，接下来的话，这个大体的这个胳膊做完了，然后上面的话它是有一些轻微的这个褶皱的，比如说像手部的这个关节，它打弯的时候，这块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就是 U 型的那种褶皱，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然后在它的那个先给它把这个整个胳膊稍微再塑造的就是明显一点点啊，刚才那个还是有点不太明显啊，然后我们给它就是在整个胳膊中间的这个区域啊，差不多以滚压的这个方式啊，把它的这个
袖子的这个褶皱给它滚出来，就是打个弯，然后我们再滚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滚出来的褶皱相对来说会偏自然一些。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偏就是给它从嘎吱窝往上去滚的一些这种褶皱啊，也是 OK 的。就是往上滚压的那个褶皱。好，下面的话呢，咱们这个袖子就差不多完成了。最好的话就是等它晾干了之后呢，先别着急贴，等它晾干了之后呢，你把那个花纹给它画上去之后，再去进行一个粘贴。对，它只有一个手啊，只有一个手，手并不是很多嘛，所以说我们这节课也容易了呀，少做一只手，皆大欢喜。啊，差不多就是一个3.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千万不要做的太长了，不然你最后加上你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手的话就特别的大，因为咱们指尖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在那个膝盖往上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整个大腿1/2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你不能把这个袖子做的太长了。反正我个人做东西的时候比较慢啊，也希望大家见谅，就喜欢这样抹。好，我们给它就是贴上去就 OK 了，就让它自然垂下就可以了。让它就是这样自然垂下，然后你想让它往哪边飘的话呢，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就是飘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你想让它就是往外面去飘一飘，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弧度。你看这样就弯起来了。啊，我现在就着急啊，我着急啊，我急性子，我就先贴了。等一下的话呢，就是花纹的绘制的话呢，我在纸上给你们示范一个大的，你们看起来也清晰啊。你们可以先不用粘啊，你们等它干了之后再粘。粘的时候让这个胳膊自然垂下就可以了，不用像这样啊，你自然垂下就行，不用让它弯，不用让它弯起来。然后粘在这个胳膊的这个左右两侧的这个区域。粘好之后，你看像这块调整一下。好，等一下的话，我们再去加它那个手掌就可以了。你看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袖子是不是就已经制作好了？你要是嫌这个袖子大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给它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小，最好是白一点，弧度会显得更自然一些，千万不要让它那么死板。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咱们来把另外一条就是胳膊也给它制作出来。做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去添加它左边的那个大毛领子了。那个大毛领子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随便去刻画啊。掌握了方法之后，就随便去刻画。你看，一定要去把它的这个胳膊的这个地方去摸一摸。你看，从正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它挂起来。我这袖子有点太大了。Plus 版的呀，这袖子，要不再剪掉一些。强迫症啊！好，我再剪掉一些，抹一抹就可以了。呵呵。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取同样的这个涂料，然后做一下我们另外一边的这个胳膊。啊，其实我也没有看过这个东，我也没怎么看过，我就小时候看过一些，长大之后再看就看不懂了。你们可以给我简单讲解一下，是个啥情况？我只知道那个阴阳师里面有一个刺木童子吧，好像是谁，他有一个胳膊是断了的。啊，我们接下来也是随机取一块粘土，不用取那么大了，刚才取大了，这袖子都做大了啊，稍微少取一点点。方法大家只要懂了就 OK 了。然后咱们接下来给它搓一个长条，差不多是5厘米的，然后给它按扁，啊，按成这样一边厚一边薄的。
然后抹一点这个凡士林，给它这样斜着往上去推一推，下面给它往外扒一扒，然后这个总长度给它控制在这个3.5厘米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修剪的。现在的话是一个4厘米左右，到时候修剪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下去了，这个有一个平平的，然后再是往上的有一个这嘚儿嘚儿嘚儿，有一个小方形的这个。然后半路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往上嘬就可以了，从这个区域给它往上嘬。拜拜，小慧，这小慧今天咋又没有名字了？啊，慢慢的给它往上搓。哦，哎，好好的一个大帅哥没了胳膊，真的是怪可惜的。啊，用我们的这个工具给它稍微调整一下。然后这个袖子的长度的话，你可以就是与我们另外一边的袖子去进行一个比对啊，与另外一边进行一个比对。然后啊，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袖子。如果你们想让它更自然的耷拉下来的话，还可以这样子，就是你们随意弄嘛。啊，像一些就是古装的话，就是一般他们手是自然耷拉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袖子就是这样自然下来的。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它做起来岂不更容易一些，对吧？啊，然后我们用碗棒去戳一下金华火腿，咋的了？你考虑一下用火腿做个啥美食？稍微给它凹一个洞，慢慢的凹啊，用手慢慢的上汤娃娃菜啊，然后给它慢慢的就是磨薄一点。你看这指甲，要慢慢的辅助它，一点一点的给它往下包。我还是用这个手吧，另外一个手不太顺手。好，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啊，这个其实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的一个造型。啊，这块稍微就是深一点，我能够把一个大拇指都差不多放进去，所以说要深一些些。然后放在旁边的话呢，我们与另外一个胳膊稍微比对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长宽比例啊，这个整体的长宽比例还是要去进行一个比对的。啊，每个边缘啊什么都要修剪的，修剪完了之后，切记它是可以去调整细节的，所以说每一个修剪的痕迹都是要调整干净工整的。啊，这块可以捏扁一点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它不是说是这样子去进行一个粘贴的嘛，是粘在这边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区域呢，去用手啊给它预留出胳膊的一个位置，然后这样去搓一搓，啊，用大拇指这样去搓一搓，或者是你用压痕刀也是可以的，你用手也可以。啊，最好用自己趁手的一个工具啊。啊，差不多，你看这块的话，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隆起来的这个感觉。哦，对，它这边没胳膊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咋看出来我是射手座的呀？你咋看出来？我感觉我射手座的特质不太明显。好，这个的话呢，咱们就往这边飘啊，或者是这边飘都可以啊，都可以。这要看你的风是往哪边吹的。啊，爱玩，我还好吧？你从哪看出我爱玩的呀？我明明这么敬业，你们哪看出我爱玩的？啊，给它就是这样弯曲一点，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是一个直直的胳膊，给它就是这样往外推就行。啊，还有这
道理，射手手巧，哪有天蝎跟射手配吗？我们俩去年打的死去活来的，你是不知道去年我俩打的有多狠，我俩当时住在一起，哦，每天都干架，我看他不顺眼，他看我不顺眼，今年搬出来之后就各自安好了，啥问题也没有了。好，按照刚才那个粗细程度去把这个袖子给它扒拉一下。那大美娘知道吗？啊，你听，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是不知道的。这个袖子就稍微长一点啊，都一样啊，都一样。哎，它太记仇了。主要是我去年小心眼儿，你知道吗？就是心可小了，别人干个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啊，是不是有意见呀？然后就自己在那瞎琢磨。后来的话，其实心态锻炼出来了，发现啥都不是事儿。其实人家压根没那么想。哎呀，去年真的是绝了，我成长的关键1年。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用棒针给它稍微就是滚压一些刚才那个褶皱，心眼可小了，小心眼。但今年可好了，今年主要是搬出来了，搬出来关系就好了。我们住宿舍呀，兄弟，去年比较穷，我们在对面的那个什么里面住的那个公寓，一个床位1000多呢，这抠搜的。好，我差不多做好了，去把它贴上去啊！你们一定要就是比对好这个尺寸呀、大小之后啊，比对好之后，你们就给它拿下来，就不要粘住了。拿下来，等把这个花纹什么都画好了，你再去进行一个粘贴。哈哈，绝了！郝恒大哥，你真是绝了，你这想法。好，最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啊。2个大袖子往后面一摆啊，飘起来啊，飘起来。好，这就是它的一个造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胳膊给它进行一个，就是把它那个手给它进行一个添加。手先不添加手了吧？啊，重点不在手，咱们先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大领子给它制作出来啊。大领子先给它做出来。大领子的话，咱们是需要用到米白色的。米白色还知道怎么调吧？就是大量的白加一点点的黄，再加一丢丢的红，哎，就跟肤色的调制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黄色的量会大一点。差不多，我俩都很邋遢，但是搬出来之后我俩都还好，因为当时那个你知道那个宿舍嘛，就是跟个小黑屋一样，全年不见光。哎呀，我俩真的是就那浑浑噩噩过了好久好久，过了大半年。后来我硬着头皮搬出来了。啊，先差不多，我先随机取一块啊，给它搓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长条的这个形状，然后我们把它拿下来。这个你们最后再去做也可以啊，给它就是这样。到最期待的这个毛毛了。啊，毛毛的话就差不多就这么长，粗细程度的话差不多就是在一个有2厘米了嘛，啊，2厘米左右的一个粗细程度。我看看啊，2厘米左右吧。你不能说挖坑邋遢，因为我俩不分伯仲。好，就是取一个直径差不多是在4厘米的一个球啊，4厘米的一个球，然后就给它搓成一个长条。你可以把这个肩膀这个部分的毛啊稍微给它搓细一点。后面给它弄一棱一棱的就可以了。长度的话是要能够从这边去包到这个脚底，快到脚底的这个位置的。所以说这块的话，你们就自己就可以去决定它的一个长度了啊，自己去决定它这个长度啊，差不多。哇，北京住的超贵吧？我在村子里租个房子都好几千呢。好。然后接下来你看，这就搓了一个长度是13厘米左右的，然后它的话呢是
你可以稍微给它就是稍微按扁一点点，就轻轻的按啊，你可别给我按的太扁了，我就轻轻的给它摁了一下啊。然后呢，像一些地方的话，你可以就是给它这样，捏一捏，这有点像在做面团啊。先来，我们先上油。其实这个最好是等你的作品完全干透了之后，你再去，就是给它最好就是等干透了之后再做这个毛毛，不然的话你不好做啊。土用的什么土？拿起来这啊，我用的土是那个精灵土啊，还有小戈比和韩国土都比较好，都比较好。如果你的太黏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加点那个散粉之类的啊，就稍微给它变成这样的一冷一冷的这种。大城市太不好混了，幸好我父母在这，要不然我早混不下去了。月亮老师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的，我就觉得很厉害，要我早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棒棒，有点像馒头。然后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抹凡士林，不然到后续的话，你雕那个毛的话，它不太好雕。说实话，我都已经忘了这毛咋雕了。啊，给它翻过来，大概看一下，然后给它粘在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前方，给它这样掰过来，有点像背了个大馒头，有没有背了个大馒头？好，从正面的说不定还可以去看到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毛毛，然后下面的话呢，咱们就来开始进行一个刻画。首先的话，我加一点这个白乳胶，稍微把它粘死一点啊，稍微给它粘死一点，不然它老动。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雕毛了。其实，在雕的过程中，你还要适当的去剪这么2刀啊。这块糙了，主要是因为当时跟头发粘一起了。首先的话，你要学会自己去给它进行一个分组。我也觉得，我俩谁也打不过谁，都比较虚。去年天天熬夜比较虚。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就是进行一个刻画了。首先的话，你是要先去分一个组的，比如说，我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咱们先给它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组，一定要下面是这样尖尖的一个啊，我把镜头给你们拉大一点，我们看的会大蟒蛇、大蟒啥啊，你们可以给它就是，你看，你刚开始不是刻画出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嘛？刻画出来之后，你如何让这个毛毛能够立体起来呢？你就是需要让你的这个侧面给它滚下去啊，用手给它摁下去啊。你看这个毛它不就起来了吗？这一组毛它就起来了。所以说你要适当的去通过还是咱们之前的那个老方法，通过滚压，就是让它的这个一组一组的毛给它立体起来。你看从侧面看，它这块就鼓起来了一个包，这就是属于它的一组毛，一组毛就完了。然后你接下来就是在这一组毛上面就是随意去刻画，就跟刻画那个头发丝儿似的啊，跟那刻画那个头发丝儿似的。刻画到一半，刻画到尽头，就是这样慢慢的去这样雕刻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一块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给它就是往下延伸。就是这样给它一组一组的，就是分下来的这个。你是跟我可以吗？跟我可以吗？问那八卦的不行的啊！你说你。看把你八卦的样子就给它这样分成一组，然后你再去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定要用尖尖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按压啊。差不多就 OK 啦。然后这就是一个组，然后你如果想让它翘起来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单独这块我稍微给它加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块的话呢，就是看好了，这个摁下去，你可以让这个小发片，不是小发片，小毛流，你可以让它翘起来一点。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就用剪刀剪把这个地方都给它按下去，然后把这个尖这块给它滚得稍微明显一点。然后它一定不能是直线，一定要自带一点点的弧度，就是一定要是弯弯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再用弯头剪，咔那么一刀。然后就剪一半就可以了，让它稍微翘起来一点就行。看到了没？我们只需要弯弯的，就是剪一处，就是稍微把它那个小尖尖让它剪下来，翘起来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就继续去，就是给它进行一个分组就可以了。说这块。就是用棒针这样慢慢划的，你看它往这边划，你可以再给它来一边，就是这边包的。你们平时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这些毛发的一些生长，包括以后你们想要做一些什么小动物比如说好像是火影它身边的那个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问我那个怎么做，就是火影身边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小动物叫什么来着他问我那个怎么做，其实它上面的一些毛发你都是可以用这样雕刻的方法，这个是很万能的，你不会你就用这个方法，人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走到一半就不要管它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打花。就是这个样子。这边的话也可以给它来那么一点点。就是这样滚一滚，压一压。你看这些就是小辫子，它其实就慢慢的已经出来了。包括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沿着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方向，你可以这样慢慢的滚了就不用像刚才一样，我还要就是拨一拨。你现在的话就直接就滚直接滚，这话说的然后我们给它稍微剪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翘起来的这个部分，然后你再去调整一下。然后你看这个也是从这个点出发的，因为我们不能说老往那边去撇嘛，也要适当的往边缘去撇一撇，再拐个 S 型的弯什么的用我们的刀片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可以去简单的划一划。差不多它就是这么个样子的一个刻画方法了课后的话可以就是自己就是尝试
这个的话对你们的棒针的一个运用还是挺考究的，你用不好的话，指不定就戳进去了。所以说多练一练这个棒针的这个使用方法，可以用它画一些就是很流畅的线条的话，其实对于你们后续的一个制作的话，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啊，就是这个样子。要慢慢的去画啊。前端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给它也来一点，前端这块不能太空吧，所以说你适当的就是给它稍微来一点。这个你看，这个就跟那个剪的那个方法结合到一起了，就是好几个方法一起运用。好啦，然后我们这个毛毛的这个制作方法的话呢，就到这里啦。还有什么不懂吗？啊，这块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胳膊也给它往前倾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要适当的去调整它的这个造型了。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等作品干了之后再去制作这个大毛领呢？就是害怕把你的这个什么形状给它弄变形了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俩再靠着，好兄弟挨在一起，啊，就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来刻画一些这个细节啊，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就是给它进行一个添加。我先把这个胳膊给它粘紧了。好，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先来给它制作一下它上面的这个部分啊，上面的这个部分，铁丝给它插进去。这个毛毛的刻画，如果你真不会的话，就一刀一刀的剪，用基本针戳也可以啊，千万就是别真的是面团糊上去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这个的话，我们找到刚才用的这个比较宽的7毫米左右的一个粘土片，然后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就是制作。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得先确定一下这个长度，我们先从它的这个肩膀的这个部分啊，给它。这咋还粘死了嘞？它先拔起来，然后我们给它放在它的下方，然后给它这样弯起来一个弧度。这个弧度的话，你们自己去弯一下啊，稍微镂空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去将这个多余的部分啊，最好就是衔接到它的这个银色的这个边缘的部分啊，我们把多余的给它去进行一个修剪。修剪掉之后的话呢，咱们先在两端的话呢，先给它剪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豁口，然后呢下面的话呢也是给它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豁口。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拿出我们的这个银色的粘土去制作它身上的那个小尖尖小刺刺啊，小尖尖小刺刺。啊，小鹿老师的枪都出来了，什么意思？枪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给它弯一点点的弧度，然后我们再用剪刀给它剪掉多余的，用你的手把边缘都给它捏一捏，然后给它贴上去，差不多是贴在这边啊，就这个大的豁口这边，尖尖朝上，差不多贴2到3个吧。腔调啊，我有啥腔调？真的是。我有什么腔调啊？就是这样，就带钩的。你要是不带钩的话也可以，就自己就随意嘛，就随便找一个。它胸前也是有2个钩的，只不过我没有安，你们课后自己安啊，你们课后自己安。然后我爸之前可逗了，我爸说就你这普通话，你不会上到一半就标家乡话吧？我说这倒不至于，这普通话基本功还是挺好的
倒不至于上到一半标家乡话。啊，就慢慢的给它粘就可以了。哎，这就是在为难你们啊，同时也在为难我自己。这不之前有的人就说什么课程太简单了，我其实不让改案例的，我就不服气，然后我就疯狂加。哎呀妈呀！现在我以为就是细节凑合，没想到啊，给自己挖了个坑。哎，自己给自己挖坑，我也是绝了。这也不能告诉你，哈哈哈哈。你说细节能够做到你自闭，真的是自闭的人生啊！不要加太多了，加太多就打滑。好，加完之后上，给它粘上去啊，把它拿下来，粘上去。这个时候其实用那个什么，用那个什么胶不太好粘啊，用白乳胶其实粘不住啊，因为这个银色粘土它已经干了，就直接上502就可以了啊，直接上502就行。就是你粘完之后，你尽量给它就往下一摁，你不是你粘完之后它是这样就是细长条的嘛？你粘完之后它是这样细长条的，那哪有这么细的嘛？然后你稍微摁着两边给它这样往下一拱，给它拱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半圆形，就是由这样的细长条给它拱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形啊，会比较好一些。好啦，然后我们这个肩膀上的这个也就给它做完了。哎呦，细节终于抠完了，我的个妈呀！啊，这个我刚才拆了，就是这个做的太厚了啊，到时候给它改薄一点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时间的话呢，把那个还有啥没做呀？还有那个刀没做，手还用做吗？手大概做一下吧。然后我们最后的时间就是用来做那把刀吧，好吧？好，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手其实。就给它做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不要做那么大啊。随便取一块粘土，搓成一个长度是在，就是粗细程度老规矩是在一个5-6毫米左右的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呢，给它按扁，差不多是在就是5毫米的地方稍微按扁啊。最后按扁之后呢，整个手掌的一个长度是快到1厘米了啊，快到1厘米了。但是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做小一点。千万别到1厘米，到1厘米就有点太大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在它的下面一定要把手腕简单的给它就是表现一下。还多吗？那我下节课的案例还要这么细吗？我怕再细下去我自闭，你们也自闭。好，差不多就 OK 了。咱们做的是左边的这条手，所以说大拇指的话呢是在这个区域啊，就是在这个翻过来手掌啊是在这边的这个区域啊。做了那么多了，大家应该也都会了啊。但是你说这要搁到一个没有耐心的人身上，那这得炸呀！这搁我以前我就得炸。好，我们接下来的话，给这个棒针放在手指身上，给它稍微往前，就是简单的推一推。啊，给它简单的就是往推一推。啊，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开始去用压痕刀把那个几个手掌给它按压出来。你们都疯了，都疯了！哎呀。
就是把刀片放上去，然后给它把这几个手稍微调整一下，然后用棒针去把这个部分给它表现一下。你看这粘的太死了啊，到时候就可以抹一点这个凡士林，不抹一点那叫啥来着？散粉，不要让它们粘死了，它们很容易粘在一起的。好，最后的话呢，就是手指不是有点方方的嘛，然后你慢慢的去把那个方方的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好，差不多啊，差不多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啊，照样是放在这个大拇指和这个齐根4根手指的这个上面，给它就是这样窝一窝，就这样啊，放上去，放上去，让它握住我们的这个部分，握住就差不多了。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咱们这手就做完了，然后做完之后把手腕再强调一下，最后的话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添加了，给它把它加上去。记住啊，你的这个手的，你的这个做的比较长的话呢，你的这个露出来的手就得少一点啊。放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别给它弄变形了。啊，就是露出一点手就可以了，不是就 OK 了。然后再往后掰一掰，好，就是这样子，然后给它挂起来。然后继续啊，就是我们最后一节，就是最后的这个东西，先不说了，先把这把刀给它做，歪歪扭扭的刀，上次做了，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弯曲的这个刀啊，不小心就弯了，因为里面没加铁丝。那如果大家想加铁丝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花艺铁丝。可以用那个花艺铁丝，就是你们挑一个不是很粗的，也不是很细的，像这个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这多少毫米，我从下面薅的，反正不是那个最粗的。买了那么多，这个不是最粗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沿着这个刀的一个长度，然后看一看，差不多是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长度，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修剪了。修剪啊，有2把刀其实都差不多啊，修剪2个这个长度。我在这里就给大家示范1把刀吧，我给大家示范那把银色的这个刀啊，银色的刀看起来酷，很酷。首先还是用我们的这个银色的粘土，给它先擀成一个薄片，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薄片不能太薄。这个薄片一定要有厚度，不然的话你这，哎，怎么说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我们给它放上去，差不多，哎，给它放在就是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吧，然后给它盖住。看，你看啊，就是太薄的话就会印出来、透出来。稍微给它摁一下，其实我觉得不加铁丝会更好做一点，加了铁丝真的太麻烦了。重新做啊。中间分2半，它把刀稍微做短一点吧，你们大概能理解它的做法就行。把
这块也诚实一点，最好用咱们之前做微缩场景的那个铁丝会更好一些。它往下按一下，再粘土给它铺上去。你看它就会漏，所以说这个铁丝的粗细还得好好去选择一下啊。做好了之后的话呢，你看它就是一个比较厚的，对不对？咱们就是给它切一下这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宽度，差不多是一个5毫米左右的啊，就是也别太也别太宽了，适当的窄一点点。然后切完之后的话呢，用你的这个亚克力板，我们把它的这个边缘，它不是按压出来的是一个有厚度的嘛？啊，我们用边缘给它，缠起来，时刻的去调整一下，把边缘给它打薄一点。好，打薄的同时的话，它会变宽，所以说你得不停的去修剪。啊，那个黑色的这个刀也可以，就是借鉴这个方法这么做啊。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这块比较薄，然后中间这块是一个类似于这个三角形鼓起来的那个感觉，用剪刀把多余的给前这块剪一个三角形的这个箭头，就可以了。其实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平的，这边是一个三角形那种鼓起来的。然后我们将这边多余的给它先大概的给它剪掉。那这一把剑的话，它其实就做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一把剑的这个剑身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做它这个把柄啊，这个把柄，其实这个的话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方形啊。我给你们简单示范一下啊，我的黑色粘土。还有6分钟啊，还有6分钟，咱们要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好，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方形，因为我做的这把刀的话，它要比案例上的那把刀它要厚。厚的话呢，咱们上面的这个把手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也要跟着去厚啊。那修剪一个宽度差不多是5毫米左右的一个，然后的话这边也要给它修剪一下啊，你要时刻的去比对一下啊，它们这宽度。好，就是这种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上面是一个红色的，红色的话呢，它那个真实的刀上它不是上面是可以用那个工具给它按出来的。首先是搓一个长条，轻轻的一按啊，同样也是有厚度的，就是不能太薄了。宽度的话呢，也要跟我们这个刀的这个宽度是一致的。Yes。那这还是要怪我把细节加的太多了，我就说我自己在给自己找事儿做嘛，我这不是，要不然我干嘛一节课说我自己在给自己找事儿？好啊，它们的宽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然后上面的话，其实你就不用缠那个什么绷带了啊，你就给它按一些这样的条纹，就 OK 了。然后我们给它，这是不是太宽了？我做的这把刀宽啊，你们要真的是想要放在案例上面的话，你们就得稍微做的再就是小一点了。然后我们用金色的这个粘土，不是。等一下，我跟你们说吧啊！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你们不懂这其中的就是利弊问题，我等一下给你们详细的讲解。好，给它按扁，贴上去。然后你家里就是有那个小漆圆工具的同学啊，就是用小漆圆工具在上面再摁一个小圆环，这样的话它不是细节就多了嘛？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们组装在一起了。给它这样贴在上面。啊，你看，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做出来了？这个的话，你都是要等它们稍微干一点的之后，再去给它们进行一个就是拼贴。然后这把刀的话就做完了。像另外一把刀的话，我就简单的给你们表述一下吧啊，简单的给你们表述一下，其实做法都是差不多的。那像它的这个部分的话，是带那种花边的嘛，那种花边的这个制作方法的话，其实就是给它搓长条按扁。按扁之后呢，你们用这个棒针工具啊，用棒针工具给它的这个左右左右凹一个这样的形状，再用亚克力板给它按压。按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块四四方方嘛，就给它抹一抹，抹一抹就可以了。这就是那种带花边的那个制作方法。像上面的这个的话呢，就是先制作一个白色的这个柄，刀柄，然后呢，再用黑色的长条给它成这种八字形给它裹起来。像有的同学不会裹的话呢，我就给你拿这个刀柄给你简单的示范一下啊，你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咱们之前的案例都没加这把刀吧？加了。呸！我在说什么？我闭嘴吧。好，我们接下来的话，这个黑色的粘土条呢，它是一定得薄的，你们不能做的太粗了啊。好，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这个银色的刀柄是你的这个白色的部分，那么你就给它粘上去就 OK 了。粘上去之后啊，粘上去之后给它固定住，这边给它打个八叉，这边给它打个八叉，打完八叉再交过来打八叉，打八叉，啊，再打八叉，打八叉，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看到了没？啊，就是这样子缠上去的。最后缠完之后呢，就用拼接的方法上下再给它拼一个金色的这个部分就 OK 了。这都是拼接上去的，不是包裹上去的，是做完这个再拼金色，再拼金色啊，是一个一个拼上去的。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啊给它插进去了，插进我们的这个，等它干了之后啊。等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给它这样慢慢的插进去。这样的话，它还不容易变形嘞，是不是？加了铁丝就不容易变形了。像我案例上没加铁丝就容易变形。你看它现在是有多么的坚不可摧啊！这虽然还没晾干呢，都还这么的尖锐牢固。然后再加把它的这个，不就 OK 了吗？是吧？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像它上面的这些花纹的话呢，就是大家课后可以去网上找一个犬夜叉的这个图片，自己去搜索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给你们简单的示范一下如何去绘制吧，好吧？首先这个图片它怎么去绘制呢？我是先在我的这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袖子嘛，比较大的袖子啊，这是一个那个大袖子。我是在这上面先给它画一个菱形，画一个菱形，先把我要的这些图片啊，先给它绘制出来。然后接下来再将里面呢给它涂一个菱形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啊，我大体的给你们涂一下，你们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好，涂完之后的话呢，
我就会就是将它们几个就是这样连在一起，把外面的颜色都给它涂上红色，那我们作品中的这个图案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最后白色的点点呢是干了之后，我用那个点花笔，就是这个啊，给它点上去的啊，用这样同样的方法去把它的袖子、肩膀上的花纹给它绘制出来就可以了。那像这上面的花纹的话呢，它的一个绘制方法也很简单。首先，你先在它的下方绘制一条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曲线，然后就是线条啊，先用线条去进行一个绘制，先绘制一个这样的线，然后接下来把剩下的给它涂满就行了。啊，它就是这样子绘制的。你需要先把我们需要的这个空白的这个黄色的形状先给它描出来啊，然后包括外面的这个也是。啊，它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去进行一个绘制的，啊，很简单，好吧？好，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我来上传一下回放，大家可以稍等一会儿。